Welcome 阿哲 Diary， 各位，今天要带你们到日本特别的地方游玩喽。各位，我们在鹿儿岛中央站这里啊 ，JR 票就是那个绿色的窗口那边可以来换我们的 JR 票。那如果你要去指宿御手车车厢啊，记得先来这里换票喽。3日 JR Pass 你就会得到这个，然后如果你有预约车座位啊，还是你也可以在那边指定预约座位，你就可以来直接换到这个预约座位的这个车票喽。像我们今天要来去指宿，这个就先换到喽。各位其实订好票之后，他就会寄 email 这个东西到你的那个信箱里面，你可以把它印出来，然后带来现场，直接给那个柜台的人，他就知道你要换 JR Pass 喽。各位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们浦岛太郎的列车啦，一边黑一边白的列车。指宿御手箱啊，它就是那个有浦岛太郎的故事为背景的哦。车厢是要预约的，其实它整个全长没有很长。然后呢，这就是我们最有名的指宿御车厢啦。OK， 车上呢会有这个是浦岛太郎的御手箱的样子，超可爱吧？连椅子都是黑白配色啊。可以看一下它的车厢位置，它除了有两格的位置之外，我们看这边右手边还有一排的，它是很旧的，是光排的，然后坐在这边呢就可以很舒服看风景。它前面有一排的，这个是面海观海区啊，哇，它直接看的就是我们的海线，非常棒。各位，你们看前面就是海景啦，超美的。前面的座位就是有两格的。好，那我们拿回去别的车厢看看。那其实呢，我不知道它的位置是怎么安排的，但它除了有这个两格的位置之外，它有一排啊靠窗的一个吧台桌的感觉，超 chill 的。另外啊，它也有这种公开的区域的位置，你可以自由入座。婴儿座的，你就可以把你的婴儿丢在里面，让他自己在里面玩，然后小朋友。那这台车啊，最棒的亮点是它上面有很多海洋的元素，毕竟是跟浦岛太郎有关嘛，所以你可以看到有海龟啊、鱼有关的元素啊，很可爱。浦岛太郎的海龟，你看海底龙宫城的样貌，然后上面啊有很多跟龙宫城有关的物件、书籍啊，都可以翻阅，包含我们的御手箱的盒子啊，也出现在窗户上。对，各位，它这边有一个小推车，然后我觉得这超可爱的，这有点像是御手箱的便当盒啦，它的造型超像浦岛太郎拿到御手箱，当然打开来不会让你一瞬间变老啦。里面呢是我们的食物啦，那它的食物其实就是一个后炸猪排的吐司，然后呢还有这边很有名的指宿水，这喝起来的很像我们的雪碧，它应该就是雪碧的一种，它里面的水听说是用我们指宿的清泉水做出来的，所以来的话呢，可以来这边不妨喝一下看看。另外啊，我要推荐这个黑白布丁啦，因为毕竟我们是在黑白车厢里面嘛，那这个列车里面的黑白布丁就会是这里的特产。Hello， 各位，我现在人呢正在那个我们的小朋友车厢这里，后面就是我们御手箱的那个，这个车厢真的超级可爱。然后啊，这旁边的沿途这边是海景，另外一边是山景跟城市景啊，两边海真的很漂亮。我们这边的是那个指宿的海，超蓝天，天气超好，不过没有看到樱岛啊。我们刚刚买的，在车上买的时候，这里才有的限定纪念品哦，黑白车。那你来坐南九州这种特色列车啊，一定要来车上盖一下他们这边的纪念印章啦。各位，先跟你们说一下，坐这个指宿列车啊，一定要预约，要有预约才可以进来。刚刚有一群客人没有预约，以为就可以直接上，都没有办法哦，各位。各位，我们已经来到了指宿车站了，这里。哇，我们终于抵达了我们的指宿车站啦！跟各位讲，如果你没有特别来，应该一辈子都不会来到这个车站啊。OK， 各位可以来这边买车票啦，这里一日票有这个我们的龙宫，这个一定要拍的黑白相间邮票。
那欢迎来到我们的指数啦，这边呢一出来就可以看到一个龙宫城的城堡，直直往前走呢，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指数车站，在一旁呢就是我们要搭交通接驳车的地方啦。里面的车站呢可以购买它的票，然后在里面等我们的公车。那这个呢就是整个指数的观光地图啦。那这是我们整个指数的车子时刻表啦，它的公车班次不多，然后大家一定要把握好你的时间，自己留意一下时间。整个风景啊非常漂亮，还可以看到远方的火山正在冒烟的样子，我觉得是一个脱离人俗的一个风景地方啊。坐这个公车来到这个长崎鼻站的各位，我们来到指数这一站啊，为什么来到这个什么鼻头？长崎鼻要来长崎鼻这一站，就是因为这边有海岛龙宫的龙宫神社啦。那这边呢，除了可以看神社之外呢，你也可以看到一些跟葡萄太郎有关的故事在这里啊。是小小的一站，可是因为这里公车班次很少，所以推荐如果你来搭公车的人，这是一定要必来的一站啦。只是在这边呢，等下一台公车可能要等2个小时，然后这边没有一些午餐，只有一些小店家啊，你们就一样可以在那边自己带一点食物来，会比较好。OK 啊，如果你是自驾的话，那就没有问题了。自驾你开心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。各位，在我们眼前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硫磺岛啦，真的超可爱的。你看这个火山有没有？哇，这边有一间超大间的观光纪念品店。如果累了的朋友可以来这边看看，有冰饮料哦。那一旁呢还有一些商店呢，可以好好逛一下。Hello 朋友，这就是我们的龙宫神社啦。哇！你们看看龙宫神社，红红的，就像海底龙宫一样的龙宫城。它下面有一些贝壳祈福的那个，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，可以来看看那边还有没有可以写下一些祈福的地方。因为现在正中午超热，可是呢，龙宫神社看出去就是我们一望无际的大海洋，还有我们的静文医院，你可以看一下，超美的蓝色，它整个风景是很美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个神社长怎样，看到吗？这个海景，那边还有一个灯塔，哇，然后呢？这个神社里面，上面写的，你看龙宫神社的字。喂，你看它这边有那个元素在吧？海底神宫的元素跟乌龟。那各位这边的绘马还蛮特别，它是用鹅啊壳来做的，然后你就可以在上面直接写你的心愿愿望。那我们来这边入境随俗，也特别写下一个小小的祝福给自己，然后给家人啦，哇，然后再把它放在那个盆子里面。OK， OK， 可以看到一旁堆了非常多的壳壳吧。跟各位说一下，虽然呢这里超漂亮啊，可是有个小缺点，就是你在7月啊、8月暑假来的时间啊，然后啊又坐中午的公车来的话，会爆热巨热，所以呢建议来这里的人一定要戴墨镜跟阳伞，尤其是阳伞，我觉得很需要，推荐给要来的人。各位，远方这个开文月啊，有没有像是南九州的富士山的感觉啊？开文月啊，那边我写，你看开文月。然后乌九岛、主岛、硫磺岛，各位，那我们刚刚呢，就是从那个上面的龙宫神社下来，你下来呢会有一个长崎鼻的这个拍照点，然后还有我们后面的见闻月，然后一路往下走，你会看到我们的后面呢有一尊这边的著名地标，也就是我们的主角浦岛太郎。各位看一下，这就是大家看到的浦岛太郎。那我们呢？它上面有写，如果你是女性的话，就是从右边绕2圈，然后摸乌龟；男性的话，就是从左边绕2圈，然后摸乌龟。再接着许愿，愿望就会实现喽。那这是浦岛太郎的样子。你们如果知道他的传说的话，就是他救了一只海龟，海龟呢就带他去龙宫城。好，就是这里，这边有一个白色的灯塔，大家都居高望远，一个爱心，哇，很适合拍照的地方啊！你看，一片汪洋的海景。Hello girl，Hello boy， 各位，前面那个是硫磺岛的那个火山，它应该是在喷发了。然后前面这一片就是我们的那个
长崎鼻的那个沿岸甲湾，然后有一个步道吧，有人就在上面行走。哇，然后从这边下去可以看到我们的湛蓝海域。而且我要跟大家说，这边观光客没有很多，所以其实这边很好拍照，你到处拍都非常的漂亮，都出大景。跟大家讲，海非常清澈，非常蓝，很漂亮。在这边呢，大家可以不妨走下来看看我白色的灯塔跟旁边湛蓝的海洋，会是一个非常舒服的感受。各位朋友们，如果你们要来这个长崎鼻这边呢，我会建议啊，你们可以穿拖鞋。如果你有想要走浪踏浪的打算的话，你可以考虑在这边就是拖鞋的话会比较方便。因为这边的景点呢，你如果是搭公车，你们要去很多地方，所以你也不用想说，哎，步行很远的距离。所以呢，推荐给大家。哇，各位，真的只有我们继续往下坐喽。只有这个好，吃潭川峡吃流水拉面，从这个门进去，这边都是吃流水拉面。欢迎来到池田湖站。Hello， 各位，我们已经来到池田湖这里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在这边走20分钟，因为35分就要发车了。哇，好赶啊！太可惜了，水怪今天有那个围墙围起来。这个呢，他们说这里面有湖面哦，就是有一些水怪在这个我们的池中湖这边，这是一个传说啊。然后呢，这边就会有一个这样的雕像。哇！各位，这个上面呢，它现在在整修，以后这个平台应该会很漂亮，然后可以看出去。哇，这个有点大的一个湖泊，就有点像我们的日月潭那种感觉啦。各位，在湖泊的这里啊，就会有一间这个咖啡，然后它这个小山坡可以上去，然后我们可能就在这边搭乘公车，但是非常的赶。各位，这边对面也还有一家店，好不好？刚刚那一家咖啡厅太多人，这个冰淇淋店超级多人。各位酷吧？我们呢仅仅20分钟来池中湖看一下这边的湖啊，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看到尼斯湖水怪。上面好多人在玩水艇哦，哇，游艇啊！这里不要去排咖啡厅，来不及了，赶快找这个圈圈，可以看到见闻月，还有池田湖这个最推这个点，一定要来。还有尼斯湖水怪的那个怪 ，OK， 各位，你看我后面超美的，超像来到海边的，等等。那来到这个池田湖这里啊，除了看风景之外，别忘了买一下当地非常有名的地瓜饼干吃吃看呢。是很可惜没有机会来到日本最南的车站西大山，因为这边交通比较没有办法公众可以到，所以呢，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，大家可以带来这边找黄色油桶跟这个最南的车站。各位，我们今天来到的这边就是喜汉真木的沙乐，跟你们说这边公车会经过，如果你们想要就近做那个沙子的那个疗愈的话，就一定要来到这一间最方便沙乐。推荐吗？我觉得还不错，就是你第一次体验用沙子盖起来的话，这个新的体验是蛮推荐的。然后呢，我建议啊，你们如果有毛巾的人啊，你就可以不用买毛巾了，因为它的毛巾主要是要垫在那个沙子后面的，避免你的头直接碰到沙子。所以你们可以自己带毛巾来，然后呢，你可以再另外带一条干的，因为我知道他们有些浴巾是要擦身体的啊，他问你要不要买浴巾，然后你如果全身湿湿的，你要一个干的浴巾擦头啊，会比较快，所以我会建议你们可以自己带，就可以省这一些钱。然后入场的门票是多少钱？一个人2000多，2000，然后到8月17号以前是2000，啊，8月17号以后是多少？就请网友再分享告诉我。那因为呢里面不能拍摄，所以说呢我只能来外面介绍给你们，大概了解一下，再放一些图片让你们有个意识。里面呢就是它其实现在都是搭一个棚子的，避免太热，因为现在夏天真的太热。然后呢你去到那边之后呢，他就会请你排坐。然后坐在那个沙子里面，然后就一群人会拿铲子把黑色的沙子把你掩盖起来，啊，你就会被埋在那边10分钟啊。那个沙子重量里面都充满了热气，所以我跟你讲，进去你的瞬间会感觉到你的血液在冲啊。可能你会觉得不适应，说好重，有一个重量可能会让你喘不过气，但慢慢调整呼吸，你就会慢慢适应那个重量之后，还有那个热气，你就越躺越舒服，然后眼睛闭着，好好吹着海风休息一下。对，就是、然后呢，那个做完沙浴以后呢，就要起来泡温泉。那进去以后会有先一个冲身体的地方，要先把沙子冲干净，再进去洗澡泡温泉。对，先洗澡，然后洗干净，把沙子用掉之后再泡那个温泉。然后它这边的温泉呢，只有身体乳液，所以如果你需要补妆啊、梳子，就要自己带来，或是它有贩卖机会有卖梳子啦。它就是在这边，
然后呢，就是在那个区域里面呢，他们就会挖那个土，然后埋进去是沙子里面，然后就躺在那个区域里面。然后呢，这边就是外面的海景，都是从那边换完妆就会从那边走出来，然后从这里下去下面。各位，现场呢跟我们的伊布宝可梦做非常大的连接，不妨来指数找找这个孔盖啊。哇，各位，这个是整个这边的地图。那这就是我们一整天指数的行程啦。坐着一般的列车回去我们鹿儿岛市区，吃这边在地最有名的厚切猪排啦。这个开放式的厨房，让你看到厨师的作为。还有啊，你们看整个厚切的猪排非常的嫩啊。不得不说，各位一定推荐你们来这一间吃，虽然有点小贵，但我觉得超级好吃的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我们指数鹿儿岛的影片啦，喜欢的影片就欢迎分享跟订阅喽，各位下集见，拜拜。